嗨，我是义务社工师安德鲁。最近我在网络上发现有一个网站叫 Social Worker News， 这个网站有些文章很有意思，接下来会拍一些有关于这个网站的一些文章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想要一个善于沟通、富有同情心，并且永远不会放弃你的伴侣吗？请找社工约会。你的前任或现任的男女朋友，他的职业是做社工的吗？我太太的朋友有一位是社工，他的伴侣也是社工。我太太曾经说过一件事，就是两位社工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同理来同理去，很累人。当然不是所有的社工都是如此，像我就不是这样，因为我很不喜欢用同理这个技巧。与社会工作者约会的10个理由，今天我们要讲前面5个理由。第一个，在团队中没有自我。作者说，我们生存的工具就是沟通，因此我们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。我们是很优秀的团队的合作者，能够很好的合作，并且我们知道如何朝着一个方向齐心协力。如果你和社会工作者约会，你将始终能够进行对话，并且永远不会无话可说，因为社工经常要跟不同的人、不同专业的人工作，不停地用嘴巴与人互动。社工常常在不同的专业团体中合作，我们不太会强调我们社工自己的意见，除非有伤及个案权利，不然怎样做对社工来讲都还好，跟另外一半就要看状况了。第二，不惧怕情感。作者说，社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倾听者，我们用我们的工作生活倾听个案的生活故事，总是不加判断的倾听。关系不佳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夫妻无法正常沟通。作者觉得很多人都可能认为社工有很强大的沟通技巧，意味着我们可以坦诚相待，与我们所爱的人分享我们的感受。在社工的工作中，确实有很多刻板的印象，像在医院当中，有主管就会认为社工比较会沟通，所以不好沟通的工作都要社工处理。在感情上，或许社工对于某一些职业的人来说，对于很多的问题，我们采的是比较开放的态度，也比较能够谈，但是不代表在沟通上不会有强烈的冲突。即便是社工夫妻，仍然是会有吵架的时候。第三，透视我们的之间。作者觉得社工充满爱心，还有同情心，胸怀宽广，可以用同理心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。我们也知道了解他人的感受，并且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重要性。这对一段关系是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我们的伴侣的感觉，并且尽我们所能让他们觉得良好。这个部分我不予置评，我相信有很多的社工很温暖，也非常有爱心跟包容心。但是老实说，我没有什么爱心，我也没有什么耐心。在情人的关系中，我相信好的训练
会内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成为我们的一部分。我在学当社工前后，在婚姻中是有一些修正，是因为我意识到不好，需要修正自己的问题。第四，我们总能找到共同点。作者说，我们是出色的一个谈判者，努力的与他人协商，有效长期的关系依赖协商，像看什么电影、去哪里吃饭、买哪里的房子、孩子的名字。社会工作者善于寻找共同的原因来工作。虽然警告的话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另外一半是错的，我们可能会很固执。有时候找到共同点是为了快一点达到一个共识，所以不是真正的希望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另一方如果他是错的，社工的本能就会坚持我们认为对的事情。第五，我们会把事情搞定。作者表示说，在那些早年充满欲望的日子过去后，人际关系往往会转移到更多平凡的事情上面，比如说抵押贷款啊、账单啊、买圣诞贺卡的清单啊。作为社会工作者，我们的日子就是把事情做好，无论是撰写报告、填写表格，还是计划会议，我们都可以快速高效率的完成工作。如果你与社会工作者约会，你可以依赖我们来确保家里一切事情都顺利进行。这个部分确实是如此。身为社会工作者是要一定的自律，按时缴交报告，评估自己能耐范围当中的事情，完成应完成的工作，所以早出晚归算是正常的，为的是所有的工作都能够在应该的时间产出。在家里，如果遇到排程上面的事情，应该大致也都是如此。不知道说到这边的时候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到目前来说，我觉得一半一半啦。上班跟下班，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些不同，所以一半一半。下一次我们要谈另外5个跟社工约会的理由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